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芒果 TV 独播，王鹤棣、李沁领衔仙侠大剧《咸鱼飞升》，实力派加盟。最近大家都在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假期准备衣服，尤其是在各种饽饽间穿梭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些衣服款式标注着清仓款。虽然这只是个简单的谐音，但它却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个曾经爆火的电视剧《苍兰诀》。在那场爆炸性的热潮中，王鹤棣饰演的东方青苍成了不少观众心目中的年度男友，热度居高不下。而后续的浮屠缘与大凤打更人也是一路稳扎稳打，跨越了权谋与江湖，展现了他在古装剧中的超强实力。这部王鹤棣的新剧《咸鱼飞升》也来了，故事的起点与情感的转折再次引发了观众的期待。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修仙界的逆袭故事，男主角宋前基由王鹤棣饰演，前世是个典型的卷王，从一名不知名的散修，一步步修炼成化神大能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，只为守护人类。可惜最后他不仅被自己的朋友背叛，喜欢的人也站在了死对头那一边。直到死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天道手中的工具人，含恨自爆。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，他重生回到少年时代，誓言这辈子不再为天道所困，决心当一条咸鱼，在偏僻的地方种地晒太阳，享受宁静。但是命运总是爱捉弄那些渴望安逸的人。尽管宋前基竭力躲避一切纷争，他的一切躺平努力反而被各种机缘打破。一个不起眼的菜园竟成了上古秘境的入口，随便种的土豆还变成了罕见的仙植。曾经拼命也没能获得的机会，这一次全自动砸向了他的头上。而前世的情人妙烟仙子李沁氏也开始寻求与他再次合作的机会，想要弥补他们之间的遗憾。这时剧中的反派角色孟和泽荣子山氏也成了宋前基的忠诚师弟，甚至因为宋前基的帮助改邪归正，开始追随他。曾经的死敌魏真玉汪铎氏也从敌对关系转变为亦敌亦友的伙伴，甚至擅长做饭。宋前基本来只是想守着自己的菜园过安稳日子，但修仙界的麻烦却不请自来。种田的日子被擎天树枯萎、无香妖一现世这些大事件打破，仙门纷纷出现危机，百姓的生活也一度陷入困境。在这种种压力下，宋前基最终决定放下躺平的心态，重新拿起长剑，带着一群朋友再次拯救世界。这部剧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仙侠剧的套路。与那些注重浪漫感情线的剧集不同，《咸鱼飞升》主打的是无 CP 的群像成长，不纠结于爱情的线索，而是让人物在成长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。宋前基从一心躺平到重新承担起责任，这种角色的转变真实且令人感同身受。他并不追求至高无上的修为，而是实现了一个更为平衡的人生目标，既守住了对平凡生活的热爱，又承担了应有的责任，这样的生活才是他想要的样子。剧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计也相当有意思。宋前基的咸鱼飞升仿佛在讽刺那些过于急功近利的人生追求，他的躺平并非懒惰，而是一种追求内心安宁的生活态度。在面对前世的种种悲剧和无奈后，宋前基终于明白，躲避责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反而是直面挑战，保护身边的人，才能真正走向自己的成长与升华。说到剧集的情节，不得不提的是它既有高燃的旧式剧情，也有轻松搞笑的种田日常。这种结合让整部剧不仅充满了戏剧张力，还不乏轻松幽默的元素，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。同时各个主演的表现也值得称道。王鹤棣在饰演宋前基这一复杂多面的角色时，展现了他过硬的演技。
而李沁饰演的妙烟仙子亦是带着情感的积淀，将角色的深情与回脑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最让人期待的，莫过于剧中化解三界大劫的最终高潮。虽然宋钱基一开始选择躺平，但在命运的推手下，他还是决定站出来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最终和伙伴们一起破解了三界的危机。这不仅是一个修仙的故事，更是关于责任与担当的成长史。宋钱基从一开始的逃避到最后的勇敢承受，体现了每个人在面对人生重担时都必须做出的选择。对于那些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仙侠剧观众来说，咸鱼飞升无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。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仙侠的玄幻世界，更在于它展示了成长、责任与选择的深刻哲理。宋钱基的故事让人思考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也该在躺平与奋斗之间找到一种平衡，既能守住内心的平静，又能勇敢承担起人生的责任。总之，咸鱼飞升通过一场关于责任、成长与自我实现的精彩演绎，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它突破了仙侠剧的传统框架，将轻松与沉重、幽默与深刻巧妙融合。每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的成长轨迹，每段情感都有着独特的共鸣，而这些都让这部剧在今年的影视市场中成为了一部不容错过的佳作。2. 李沁长发造型封神，黑长直加碎发，古典气质拉满。提起内娱古典气质女星，李沁的黑长直造型绝对是标杆级存在。不同于繁杂烫染的精致发型，她的标志性黑长直搭配细碎发丝，既有东方美人的温婉雅致，又藏着清冷疏离感，完美贴合古典美学。哪怕是素颜或简约穿搭，也能靠发型撑起气质。这刚好戳中无数女生的发型痛点，想留黑长直却显呆板贴头皮，想走古典风却没氛围感，想靠长发提气质又怕打理复杂。跟着李沁学，不用烫染就能解锁自带古韵的黑长直造型。很多人留黑长直翻车，核心逃不开3个困境：一是头发过于服帖，贴头皮显头秃，显脸大，毫无灵气；二是忽略碎发点缀，一刀切黑长直生硬死板，缺乏古典韵味；三是发质干枯毛躁，黑长直容错率极低，毛躁发丝会拉低质感，显得邋遢廉价。而李沁的黑长直精髓就是顺滑发质加碎发点睛，用细节拿捏古典氛围感，普通人照搬也不踩雷。想解锁李沁式古典黑长直，先避开3个高频雷区，少走80%弯路。拒绝紧贴头皮，不用把头发梳得过于服帖，吹发时刻意打造头顶蓬松感，告别贴头皮灾难，显发亮还能优化头肩比，避开无碎发的死板造型，摒弃一刀切黑长直，保留头顶、耳侧和发尾的碎发，增添灵动性，弱化古典风的沉闷感，避开干枯毛躁。黑长直的质感全靠发质撑，定期护理发丝，避免分叉毛躁，顺滑黑发才能凸显古典雅致，黄黑皮也能轻松驾驭。掌握2个核心技巧，普通黑长直也能穿出李沁式古典感，零打理基础也能驾驭。其一，把控蓬松度与碎发比例，平衡古典与灵动。李沁的黑长直从不是僵硬顺直，而是头顶轻微蓬松，耳侧留2缕碎发修饰脸型，遮挡颧骨，发尾留少量层次碎发，避免死板。细软发可搭配蓬松喷雾定型，粗硬发可适当打薄，让发丝更显柔和，贴合古典气质。其二，适配脸型微调细节，精准修饰轮廓。李沁会根据造型需求调整黑长直细节，适配不同脸型圆脸优先选侧分黑长直，用蓬松头顶和侧分线条拉长脸型，方脸靠耳侧碎发中和下颌棱角，避免过于凌厉。长脸搭配轻薄刘海，遮挡额头缩短脸型，同时增添温婉感。发际线高的女生
可留少量碎刘海，兼顾修饰与古典韵味。3套懒人照搬范本，覆盖日常、通勤、约会，适配不同脸型。日常款，自然黑长直，头顶抓松，耳侧留2缕碎发，发尾自然垂落，搭配素色穿搭，简约雅致，逛街遛弯都合适。通勤款，侧分黑长直，发尾带轻微内扣，耳侧碎发整理整齐，不拖沓不杂乱，搭配衬衫、风衣，兼顾古典与利落。约会款，半扎黑长直，头顶蓬松，两侧碎发自然垂落，搭配珍珠发饰，古典温柔感拉满，拍照超上镜，适配汉服、国风穿搭。李沁的黑长直之所以封神，核心是贴合古典美学的留白感，没有夸张染烫，没有繁杂装饰，只用纯粹的黑发、顺滑的质感和细碎发丝，就把东方美人的温婉与清冷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古典气质从不是靠造型堆砌，而是靠细节流露。黑长直作为最贴合东方美学的发型，只要找对技巧，就能轻松拿捏。很多女生觉得黑长直寡淡无味，实则是没找对打理逻辑。李沁用自身案例证明，不用盲目跟风烫染流行发型，一款简约黑长直，做好发质管理，把控好蓬松度与碎发比例，就能穿出刻在骨子里的古典气质，适配国风穿搭、日常穿搭等多种风格，轻松提升整体质感。你是不是也留过黑长直却显呆板？有没有一款古典发型让你心动？评论区聊聊你留黑长直踩过的坑，一起解锁李沁同款古典黑长直造型。